如果旅行只能选一个目的地的话，在我心中，云南绝对是第一名。在这里生活，好像被按了慢速播放键，每个人都可以做现实版的血红豆。你有想过吗？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当一个废人？我没有给自己安排任何的打卡行程，就靠2个字：遇见。哇，这个民宿还有观景台耶！晚吗？我是陳20，一個鍾意下廚嘅中國女仔。会记住了，姐妹。飞哥，有现金吗？有。我们要给现金。耶！谢谢奶奶，拜拜。玩得开心玩。好，玩得开心。好。看得放心，吃得安心，你们好。坐在古城的老石板上，看着来往的人们，就这样发着呆。我觉得可以坐一整天。妹妹说来丽江，怎么能不听民谣小酌一杯呢？在一首首民谣里，找到了属于我们自由的灵魂。这个时候，你想起了谁呢？住的民宿只要早起就能看到日照金山。虽然我已经28岁了，但是还没有看过日出呢。当地人说，看见日照金山会幸运一整年。这份好运，希望传递给每一个在看视频的你们。拍个岩石吧。不设定目的地，不规定时间，在古镇里走走逛逛，路边转角的小店遇见了有趣的大哥，痛痛快快地聊了1个下午。小心啊！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玉龙13峰，然后呢，这一片就是整个丽江大研古城和平镇丽江的一个老师。那我觉得这幅画很有意义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是丽江有代表性的一个。那刚哥这些画你就帮我拍第一下。好的。是陌生人，也是新朋友，还有意外之喜。顺便我写幅作品送给你啊。哦，谢谢刚哥。不客气。哎，这件还不错哎。逛街是我最放松的时刻了。你们总是问我的衣服和配饰在哪里买的，除了网购，就是在这些小店里一件一件淘来的。好看，这件也好好看哦，这上面是刺绣，还要这一件，骑马好适合哦。遇见想吃的就吃，遇见想体验的就去体验，唯独骑马是我特意安排的行程。他叫泰森，有一个帅气的小辫子。今天就是要骑着它去玩一下，体验一下骑马。风吹起的时候，万里无云。原来在马背上看的风景是不一样的，感觉自己那么渺小，又特别的伟岸。我在想，什么才能纪念我初次骑马的体验呢？去买一个马铃，马胸前都会挂着的铃铛，相当于车的喇叭。因为以前的茶马古道比较狭小，
听到声音，这样才不会遇到另一支马队，造成交通拥堵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去逛一逛民宿老板推荐的菜市场，原来云南鲜花论斤卖是真的，是我没有见识了，在其他菜市场还没有见过。老板，这是什么花？金雀花。金雀花多少钱一支呀？这个15块1两，150一公斤。这个是茉莉花。这是黄花。黄花。对，这个是啥？给大家介绍一下吃鲜花的专家，他可是国家认证过的非遗传承人。听说我来，款待了一桌的鲜花宴。过桥米线要先放生的，再放熟的。这个是茉莉花，这个是苦刺花，这个是金雀花，这个是兰花，这是玫瑰，这也是玫瑰，这是菊花。云南最有名的是菊花过桥米线。让我来帮你们浅试一下。这个就是水性杨花汤，就是这个季节吃的。核桃夹着一个太兰花，好好看，怎么舍得吃啊？这个花是脆脆的。新鲜。好，这是最后的一道甜品，橙汁虾球。橙汁虾球就是整个都可以吃吗？对。这上面是蜂蜜吗？对，是蜂蜜。我还以为是水滴耶，好细节哦。里面是巧克力，然后外面是花瓣，吃起来挺香的。给大家分享的炸菊花也是跟陈老师在这里学的哦，很佩服传统的非遗老师们，在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只为将一件事情做好，认真的人真的太帅了。我要玫瑰花饼，对，要2个。这个是可以送人的吗？对，到时候帮我们发快递。回家前还是想给你们寄鲜花饼，上次你们都说鲜花饼好吃，那我这次多寄一些好不好？你们是一群没有见过面，却陪我当了一次废人的朋友。开始之前，我以为自己是一次普通的放松之旅，现在我想，我又一次爱上了云南。